Hello，我是 Captain Tong，你们今天好吗？今天想来跟你们分享我是怎么当上机师的。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机师。在小学的时候写我的志愿的时候，应该也是写以后要当科学家或者是老师之类的。虽然说在小学的时候，我跟家人一起坐飞机去香港，也有在候机室里面看到机师往登机门的方向走去，但是我想坐飞机跟出国的兴奋感大于对机师这个职业的好奇，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机师。后来跟家人移民到美国，在大学读的是化学工程的科系，因为很多的化工公司都要找有实习经验的，或者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毕业生。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实习的经验，或者是相关工作领域的经验，所以在毕业之后，化工的工作不好找。不知道台湾的公司是不是也喜欢找有实习经验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因为工作不好找，再加上大学毕业后6个月要开始还学生贷款，所以那个时候在求职网站上面想说，那我暂时找一个会需要中英双语的工作，至少我可以开始付学生贷款。那没想到跳出来的第一个搜寻结果是美国航空公司，他们在找中英双语的空服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要开拓新的航线，从芝加哥到北京，还有芝加哥到上海，所以他们会需要会说中文的机组人员在飞机上面。我没有想太多，直接就投了履历。没想到1个礼拜不到就收到了面试的通知，之后面试也很顺利的通过了。接下来公司马上就安排2个半月的空服员训练。那个时候觉得当空服员很新鲜，在美洲、欧洲、亚洲这3个地方到处飞。但是工作1年之后，已经非常熟悉空服员的工作内容，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总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那终于说到今天的重点了。其实有2件事影响我非常的深，让我觉得要往机师这个职业前进。第一件事是发生在冬天，我在芝加哥飞往北京的航班上面，第一个餐点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关掉机舱内的灯，可以让乘客好好的休息。那个时候看到电视荧幕上面显示的飞行地图，我们正在飞过北极的附近。这个时候机长用组员电话通知我们轮流的进驾驶舱。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轮到我进到驾驶舱的时候，机长指着右边的窗户说：“你看，是极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极光，在没有光害的北极高空，看着亮绿色的极光不停地变换形状。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机师这个行业很浪漫，可以到处飞，又可以享受这么漂亮的风景。机长跟副机长大概已经看腻了，所以在我看极光的时候，他们正在聊着机师薪资的话题。所以机长对着副机长说：“还好让我捡到了这个航班，因为我正好要翻修我的浴室，这个航班正好足够浴室翻修的费用。这次的翻修花了我3000多美金。”这个时候我很惊讶地转过头来看着机长说：“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很失礼，不过你介意跟我说你这个航班拿了多少钱吗？”那机长笑着说：“我当然不介意，我这个航班光是从芝加哥飞到北京，我可以领3500美金。对于刚毕业不久又有一身学贷的我来说，那是很好的薪资，因为只要飞12个小时的航班就可以领3500美金的薪水。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机师这个行业很幸福，可以飞到这么多的城市，又可以看这么漂亮的风景，再加上他们有很好的薪资待遇。那第2件事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航班。那一天我有3个航班要飞，已经飞完了2班了。在飞最后1班的时候，我有机会进到驾驶舱，因为副机长要出来使用洗手间。那进到驾驶舱之后，我坐在靠近门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外发呆。机长转头问我说：“机舱内都还好吗？”因为有点累了，所以我很快的回答：“一切都很好，乘客也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这是我第3个航班，所以我有点累了。”没想到这个时候，机长开玩笑地说：“我也累了，我的手指因为转这些自动驾驶的按钮，痛死了。”我忘了之后的对话是怎么结束的，因为我只记得我在想，我要坐这个位置，我要当机师，我也要我的手指因为转自动驾驶的按钮痛得要死。我知道机师的职业当然不只有轻松的自动驾驶跟看风景，他们会有压力很大的时候，而且在这些高压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保持冷静，然后解决问题。那这也是为什么机师这个职业是很高薪的职业。
有些高压的情况，我在之前的影片有简单的提到，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因为这2件事情，所以我对机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开始会去问机师很多的问题，像是他们怎么开始训练的，他们的训练多少钱，还有他们对于想要开始训练的我有什么建议。但是他们都是很老的机师，所以他们跟我说的都是20年、30年之前的经验。那现在已经变了很多了。总结他们的经验，要当机师有4种不同的途径。那我是选自训机师的这个途径。那其他当机师的方法，我可以在下个影片仔细的讲解。有一个资深的空姐发现我常常去驾驶舱，在我出来的时候，她就问我说：“我看你常常去驾驶舱，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我就跟这个资深的空姐说，我想要当机师，所以我去问他们很多的问题。这个资深的空姐听到之后，很开心的对我说：“我的儿子也在学开飞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聊了起来。在航班结束之前，这个空姐对我说：“我的儿子周末要去飞飞机，你要一起来吗？”到了那个周末，我去到了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小机场，跟着那位资深的空姐还有她的儿子一起去飞。飞过了之后，我更加的确定我想要往机师这个职业前进，因为坐在驾驶舱看着飞机渐渐离开跑道的那种震撼的感觉，跟平常当空服员也好，或者是乘客也好，坐在飞机窗户旁边看着侧边窗户起飞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加上飞机起飞之后，在空中操纵飞机前往我们目的地的这种自由感，让我更确定我终于找到我对于飞行的热情。这让我想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它上面写着是：1英里的高速公路只会带你到1英里的地方，但是1英里的跑道会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正式的开始我机师的训练。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吧，下次我再分享我在飞行训练的过程。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的留言栏跟我说，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那我们下次见。